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在今天的课程里，我将教给你怎么回答通过中国海关时最常见的10个问题。第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当然是你为什么来中国？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提出，比如你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？你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？又或者，你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管工作人员怎么问，他问的都是你为什么来中国？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最常见的答案。第一个，我去中国留学。如果你是去中国学习，你可以说我去中国留学。如果你是商务原因要去中国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，你就可以说我去中国参加一个展览会。参加的后面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活动。除了说参加展览会，你也可以说参加一个商业活动。第3种原因，我去中国看望我的朋友，看望什么什么人。我去中国看望我的朋友。当然，也有可能你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组织的活动，比如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我去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，我去参加朋友的什么什么活动。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去中国，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所以你要学会这4个句型。我去中国留学，我去中国参加展览会，我去中国参加商业活动，我去中国参加朋友的婚礼，我去中国看望我的朋友，我去中国看望我的老师，我去中国旅行。虽然你已经告诉了海关的工作人员你去中国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是有时候他们会要求你出示一个文件来证明你去中国的原因。出示什么东西，就是指把什么东西拿给工作人员看。出示什么文件？文件 document， 请你出示一个文件来证明你去中国的原因。如果你去中国留学，那么这个文件当然是你的录取通知书，或者说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商业展览会，你当然会有一个展览会的邀请函。展览会的邀请函。如果你是去看望朋友，通常朋友也会给你一份邀请函，看望朋友的邀请函。第3个问题，你打算在中国待多久？待多长时间？他也可以问，你打算在中国停留多久？就是在问你要待多长时间的意思。你可以说，我打算在中国待1个星期。我打算在中国待20天。你也可以把待字改成停留。我打算在中国停留1个星期。我打算在中国停留20天。下一个问题，工作人员有可能会问，在中国期间你住在哪里？在中国期间就是指当你待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。短一点，在中国期间你住在哪里？你可以说，在中国期间我住在我朋友家。在中国期间我住在酒店。如果你住在酒店，这时你可以拿出酒店的预订订单。如果是住在朋友家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朋友的家庭住址，也就是他的地址。
其实海关的工作人员无非想知道这么几个信息：第一，你在中国期间住在哪里？你要去什么地方？去哪些地方？但其实他也可以这么问：你在中国的行程安排是什么？就是指你从什么地方出发，什么时候出发，去什么地方，所有的这些安排就叫做行程安排。你的行程安排是什么？当你解释行程安排的时候，要注意这么几点：第一，你从哪里出发？去哪里？我从巴黎出发，去上海。还有，你什么时候从巴黎出发？去上海去多久？我5月1日从巴黎出发，去上海，在上海待7天。第二段行程，我再从上海去北京，去多长时间？我去北京7天。什么时候返回？我5月15日返回巴黎。这时你应该准备好你的机票订单，还有你的酒店订单。下一个问题，海关人员有时候会问，你是一个人去旅行吗？你是一个人去中国吗？还是和刚才的那个人同行？刚才的哪个人？当我们排队的时候，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人，刚刚通过海关的那个人，刚才的那个人，通过海关的那个人，和你是一起的吗？你可以说，对，我们是一起的。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已经通过了海关，又或者我们不是一起的，我不认识他。下一个问题，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？你上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的护照上曾经有进入中国的签证印章，那么工作人员很可能会问你，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？你可以说，这是我第2次来中国，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。有的时候我记不清楚了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好像是第3次，好像是第4次。那他又会问你，你上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呢？我记得我上次来中国是去年的8月，对，当时很热。我上次来中国是去年的8月。如果你真的忘记时间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回忆一些细节，比如当时你去了多久，当时你是从哪里入境的，从哪个城市入境的，又或者当时是什么季节，这些信息都可以证明你当时确实来过中国，而且你记得一个大概的时间段。下一个问题，有可能海关人员还会提醒你，你的护照快要过期了，记得及时更换。有一次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当我通过海关的时候，我的护照还有6个月的有效期，有6个月我可以购买机票。可是当我完成了中国的旅行的时候，我的护照只有4个月的有效期。当护照只有4个月的有效期，是不能购买机票的，所以我只能在中国补办护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海关的工作人员会提醒你，你的护照快过期了，记得及时更换。及时更新护照，这里的及时就是指尽快，不要等到你没有办法更新的时候影响你的行程。及时干什么？及时更新护照。在通过海关的时候，如果你戴帽子，又或者戴口罩，戴了很厚重的围巾，海关的工作人员有可能会说，请你摘下帽子，请你摘下帽子，请你摘下口罩，请你摘下口罩。如果你戴眼镜的样子和护照上的你照片上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人，那么海关的工作人员有可能会要求你摘下眼镜，摘下眼镜。又或者围巾太厚重了，盖住了你的脸，请你摘下围巾，请你摘下围巾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的护照曾经被水浸湿过，又或者弯折过，
那么护照的形状发生了改变，通过海关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问你，为什么你的护照变形了，形状发生了改变？你可以说，我在飞机上不小心折了一下，又或者我在飞机上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我的护照上。这时有两种可能，有可能你的护照受损不是很严重，只是有一点点的变形，有一点点的进水，那么工作人员会提醒你，下次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如果你的护照受损严重，那么有可能面临无法出境或者无法入境，请及时更换，找合适的时间尽快更换的意思。入境中国海关听力测试10个问题。1. 你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？我的朋友在中国工作生活10几年了，这次我去上海参加他的婚礼。你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？我的朋友在中国工作生活10几年了，这次我去上海参加他的婚礼。问题：他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？ A. 参加展览会。 B. 参加朋友的婚礼。 C. 留学。答案是 B. 参加朋友的婚礼。2. 你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你来中国的原因吗？这是广州展览会的邀请函，我们公司是参展商。你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你来中国的原因吗？这是广州展览会的邀请函，我们公司是参展商。问题：他拿出的证件是 A. 展览会邀请函。 B. 大学录取通知书。 C. 亲属邀请函。答案是 A. 展览会邀请函。3. 你打算在中国待多久？我打算在中国停留21天。你打算在中国待多久？我打算在中国停留21天。问题：他在中国停留多久？ A. 1个月。 B. 7天。 C. 3个星期。答案是 C. 3个星期。4. 在中国期间，你住在哪儿？你的行程安排是什么？我3月2日从纽约出发，先去广州，在广州待7天，然后再从广州去上海待5天，3月15日返回纽约。这期间我都住在酒店，这是我的机票和酒店订单。在中国期间，你住在哪儿？你的行程安排是什么？我3月2日从纽约出发，先去广州，在广州待7天，然后再从广州去上海待5天，3月15日返回纽约。这期间我都住在酒店，这是我的机票和酒店订单。问题：他的行程安排是 A. 在广州待5天，然后在上海待7天。B. 在广州待7天，然后在上海待5天。C. 在广州和上海各待7天。答案是
在广州待7天，然后在上海待5天。5，你和刚才那个人是一起的吗？我们不是一起的，我刚在飞机上认识他的。你和刚才那个人是一起的吗？我们不是一起的，我刚在飞机上认识他的。问题：他和刚才那个人是什么关系？ A. 刚在飞机上认识的，不同行。B. 他们不认识，不同行。C. 他们同行，是一起旅行的好朋友。答案是 A. 刚在飞机上认识的，不同行。6，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？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，前2次是因为旅行，这一次是来中国留学。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？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，前2次是因为旅行，这一次是来中国留学。问题：这是他第几次来中国？ A. 第1次。 B. 第2次。 C. 第3次。答案是 C. 第3次。7，你上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？我记得好像是4年前，当时是2018年的秋天，对，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。你上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？我记得好像是4年前，当时是2018年的秋天，对，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。问题：他上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？ A. 3年前。 B. 4年前。 C. 5年前。答案是 B. 4年前。8，你的护照还有7个月就要过期了，记得及时更换。好的，我一到中国就更换护照。你的护照还有7个月就要过期了，记得及时更换。好的，我一到中国就更换护照。问题：他的护照还有几个月就要过期了？ A. 5个月。 B. 6个月。 C. 7个月。答案是 C. 7个月。9，你好，麻烦你摘下口罩。哦，还有，请你把眼镜也摘一下。你好，麻烦你摘下口罩。哦，还有，请你把眼镜也摘一下。问题：他需要摘掉什么？ A. 口罩和帽子。 B. 帽子和眼镜。 C. 口罩和眼镜。答案是 C. 口罩和眼镜。10，你的护照怎么变形了？我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了，坐下的时候不小心折了一下。你的护照怎么变形了？我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了，坐下的时候不小心折了一下。问题：护照为什么变形了？ A. 被折了一下。 B. 被水浸湿了。
C. 被撕破了。答案是 A. 被折了一下。